Hello，大家，米娅的22堂线上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全部上架完毕咯，目前有88折的优惠，马上加入，马上学习。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呢？买了塔罗牌想自学，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的影片，翻了很多的书，但是那些专有名词还是搞不懂。每一次解牌呢，都不大有信心，甚至越抽越迷惘，越抽越焦虑。其实呢，你缺的不是天分，而是一套温柔又有系统的学习地图。在课堂中呢，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你从零开始跟你的塔罗牌建立真正的连结哦。那整套课程呢，分成4个章节。第一章呢，会带你认识塔罗牌的起源，教你挑选专属牌卡，并且如何和塔罗牌建立心灵连结哦。第二章解读塔罗的秘密语言，我们会逐章解析78张牌的牌意，让你轻松掌握大牌、小牌跟宫廷牌的能量和讯息哦。好，第3章呢，我们进入到实战演练的部分啦。好，在这个章节呢，不管是爱情、事业还是人生课题，我们都会用实际的案例带你练习，帮你打下扎实的基础功。好，第4章呢，进入到大家最喜欢的部分了，塔罗牌结合显化法则。好，这个时候呢，塔罗牌不只是答案，更是创造丰盛人生的魔法工具。在课程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温柔又有力量的毕业仪式。你会亲手为自己抽出灵魂礼物牌，接收来自宇宙的肯定跟祝福哦。你会发现这不只是一门课，更是一段自己和内在力量重新连结的旅程哦。好，这门课呢，适合哪些人呢？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基础，想要从零开始的学员，适合你。如果你已经具备基础，但是想要提升解读能力的占卜爱好者，也很适合你哦。如果你是想要透过塔罗牌探索自己、转化信念、吸引丰盛的人，非常适合你。如果你想要成为专业的塔罗占卜师，打造你的副业的话，这堂课也绝对可以帮助到你哦。准备好开启你的塔罗旅程了吗？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加入，让我们一起成为灵性学习的好伙伴，一起探索未知，创造你的丰盛人生。这个幸福啊，并不在遥远的未来，是大家即将体验经历的美丽的画面哦。好，祝福选到第3组的朋友，如果大家想要更进一步的去Hello， 选到第1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的主题是绝地逢生，谷底翻身哦。我们即将迎来惊人的逆转。好，首先呢，我们要来帮第1组的朋友看一下你们验证牌的部分哦，看一下说，这一组是不是符合你们的状况。好，我们的第1张牌是9号牌的凤凰哦。我觉得这张牌的出现呢，代表说第1组的朋友，你们现在正在处在一个旧自我崩解的过程哦。看一下这张牌哦，有一个女人呢，她背对着我们，然后她的双手是完全展开的，很像是在拥抱整个世界。她的脚下啊，有一本书哦，被翻开了。这本书啊，上面写的是从前从前哦。好，那它旁边呢，有灰烬，有烟雾。大家看一下他的姿态哦，他没有在哭，他也没有跪下来，他站得非常的笔直，他整个人的状态是我准备好了，我来了。这个象征着大家可能过去认知的经验，或是了解的规则，或是你引以为傲的某一个身份或是关系哦。在近期呢，可能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转折或是冲击哦，你会觉得说我自己好像正站在一片灰烬之中，所以这种感觉哦是非常的真实的。有些朋友啊选到这张牌是因为某一段关系，某一个工作计划，或是长久以来的信念被摧毁了，需要从头的来过。那整个过程啊，其实是让你觉得很心力交瘁的。这个在脚底下的这本书哦，这个童话书，其实
代表的是你们过去相信的那个版本的故事。比如说你觉得感情应该是某一种样子，或是人生应该走某一条特定的路，或是对于职业的一个想象啊，或是你给某个人某件事情很多的相信，很多的信任，然后它突然的瓦解了，突然的碎掉了。所以呢，这本童话书那个关于从前的故事已经结束了。但是看一下牌面上的这句话How's that for happily ever after？ 好，这句话它其实充满了强大的生命力的一个宣告，它在提醒我们说，其实真正的圆满的结局啊，并不是一路上都顺风顺水，反而是在你以为一切都要土崩瓦解，一切都要结束的时候，你们体内的这个凤凰之火其实正开始要点燃。所以这张牌讲的是，其实你们已经在重生的路上了，只是有些朋友你现在可能还不知道。如果你现在感觉到很孤独，感觉到好像有一种被灼烧，然后要被瓦解的感觉其实这个代表说你们快要翻身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张牌Storm 这个风暴这一张牌我觉得它进一步具象化了大家目前的一个处境大家看一下画面中有一个戴着皇冠的女孩，她在暴风雨中奔跑她的衣服被风吹乱了，然后呢地面呢是这个石板路，天空呢有厚重的乌云，但是你看他的眼神他其实没有崩溃，而是他一边走一边用手压着自己的皇冠，就算风再大，他也没有让他头上的那顶皇冠掉下来。这个代表其实大家正在处于风暴的尾声虽然这个时候天空还有一些阴暗虽然你还光着脚在奔跑，甚至有一点狼狈的样子，但其实最猛烈的这个台风它已经过去了。这一张牌在对应的能量是，可能你们最近经历过一场很激烈的争吵、官司，或是这种撕裂，或是突如其来的一个财务状况的变动，你正在努力的维持住自己的尊严，或者是有些朋友你试图在这个混乱的过程中去找到一个落脚点。但宇宙也想要提醒大家在最低谷的时候，有没有忘记自己尊贵的身份？有没有忘记自己的皇冠呢？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每一场混乱都有结束的时候。如果说你现在还在流泪，还在困惑，宇宙绝对要告诉第一组的朋友其实最坏的已经过去了。你们心里应该也知道，天空慢慢的就要放晴了。好，那如果你觉得这两张牌有对应到你们目前的状态的话，那就请大家继续听下去，因为在绝境之后必然伴随着生机。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朋友你们的生机在哪里首先呢，我们进入到解牌之前呢，这边有个提醒就算外在的状况非常的混乱，我们也要去稳住自己的核心价值。同时有一部分的过去它翻篇了就是翻篇了，就像这本书它已经翻过去了，我们不要再试图去用旧的方法去解决新的问题，我们也不要再试图留恋一些应该要断舍离的人事物好，我们进入到解牌的部分。第一张牌是很放松的一张牌，呼吸这张牌画面的氛围你看大家从前面这种风暴灰烬转向是一个很安静很温暖的室内，有一个红发的女孩，她穿着蓝色点点的毛衣，然后闭着眼睛坐在柔软的白色的地毯上。她在做什么？她在冥想。窗外呢是橘红色的夕阳，然后还有很漂亮的风景这张牌整个画面非常的安静这张牌出现在这边是想要告诉大家我们谷底翻身的第一个动作并不是往外跑，而是停下来深呼吸。很多时候我们处在绝境我们就会很焦虑，我们想要抓住任何的救命稻草，手忙脚乱。但是宇宙想要告诉大家说，其实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回你内在的核心
你可能觉得说我谷底翻身是要经历某一种猛烈的爆发，某一种突破，或是一种一口气往上冲的感觉。但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的是，真正的重生是某一天你终于愿意好好的停下来，好好的吸一口气。所以这张牌它代表其实是一种定力。外在的风暴，外面的风暴可能还有一些余波荡漾，但是大家好，你们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面。所以这张牌是一个信号，它代表说你们的能量已经从散乱转向凝聚。当大家学会了呼吸，我们就不再是被环境推着走的受害者，而是我们是能够掌握节奏的一个掌舵者。所以也想要问一问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多久没有真正的让自己休息了？好，这一张牌是宇宙给大家的一个提醒你可以先停下来。这个停下来不是放弃，不是认输，而是我们过去已经辛苦了那么久，已经努力了那么久，我们值得先给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而且很多的时候在你放松下来的那一刻，答案会自己浮上来，机会会自己出现。所以这张牌其实就是翻身的基础，我们要先把自己稳定下来，先好好的放松，好好的呼吸，那一切呢就会从这一张牌开始。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牌这张牌是闪耀。这张牌能量非常的强大，而且很纯净我们在极静的海面上有一个巨大的明亮的散发着八角光芒的一个星辰它很孤独，但是也非常璀璨的悬挂在夜空中而且大家看一下它的光倒映在海面上，形成一个光的倒影。那整个画面其实没有人大家的焦点就放在这颗星星上面，这个就是大家就要给你的惊喜。这颗星星代表什么？它代表的是指引跟曙光。也就是说其实你本身就会发光，你本来就一直在发光只是在过去的那些风暴里面，你们看不见自己的光。现在你可能觉得前路茫茫，不知道翻身的出口在哪里。但是这张牌一出现除了提醒大家你本身就是会发光，本身就像星星一样闪亮之外呢，也代表说接下来有一个转机，一个重要的点子，或者是一个关键的贵人即将出现了。好，最深的黑夜里面你们的光才会显得最亮，最难能可贵。所以宇宙其实是透过这张星辰的牌告诉大家，其实你们的光芒并没有被风暴淹没，甚至因为大家经历了那一场洗礼，这种好像土崩瓦解灾难式的一个洗礼现在你们的能量其实比以往都更加的纯粹。这张牌也告诉大家有一个清晰的时刻它要来临了。这个清晰的时刻是大家你会突然明白过去经历这一切的意义，然后你们会看见一条通往重生的道路，就像这颗星倒映在海面上一样，你会开始在别人的眼睛里面看见自己的光。所以这个是谷底翻身的第二个讯号，就是大家你们会重新看见自己的价值。请你们不要再缩小自己了，不要再跟自己说算了，好，我不要去麻烦别人，我可能没有那么好，不要再去贬低自己。这些声音我们通通把它去除，还给自己本来就很纯粹的一直在闪耀的这个光芒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下一张牌下一张牌是仪式哇，这张牌我们回到了一个现实中的行动力我们看一下这张牌的画面很漂亮有一个长发的女生她在这个木质的窗台前面，她拿着她的水器正在浇花这个窗台上有各式各样很漂亮的花朵，还有蝴蝶在旁边飞舞所以整个图片就是绿意盎然那她的花其实开得很漂亮，周围的植物也长得很茂盛。
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其实你们的绝地重生会以什么样子的形式去落实、去展现呢？其实就是在每一天日常生活中经历的一个小事。你们的翻身不是一个大计划，也不是一个豪赌，也不是一个好一切等我准备好、安排好了再去执行的一个远大的目标。而是大家你今天有没有好好的吃一顿饭？你有没有给自己一段休息的时间？在这个特定的时间里面，只做一件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有仪式感的事情这张牌也建议大家，如果你之前没有做的话，现在开始就可以为自己建立一些小小的仪式感。比如说，我们早上起来喝一杯温水，或是每一天去给植物浇水，或者是说，我们在睡觉前去回想或是写下3件值得感谢的事情，这些就是属于你日常生活中的这个仪式。这些仪式它会像是浇灌你重生的一个种子绝地逢生之后，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不是往前冲而是要滋养自己，要滋养你的心灵，滋养你的信心。那仪式的力量在于什么？在于重复。我们每一次的浇水，虽然花它不会在你这一次浇水马上就盛开，但是你每一天都浇水浇花，某一天早上你醒来就会发现花它已经开好了。所以重复每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仪式跟小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等到状态好了再开始，我们要用开始来创造好的状态。当你开始规律的照顾自己，你就是在向宇宙发出一个很强大的宣告，说我已经准备好要过上更好的生活了。所以其实透过这些小小的动作它最终会汇聚成一股巨大的翻身的力量，让那一些破碎的石板路重新的开出充满生机的花朵。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去滋养自己。好，我们来从呼吸的过程中找回平静，然后在闪耀的过程中看见方向，最后我们再透过这个仪式感落实到日常生活里面。所以这3张牌它其实讲的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自我重建的一个过程好，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宇宙要给大家什么样子的讯息呢？Creation， 好，这张牌是创造宇宙今天要来传递的讯息它不是一个泛泛的安慰，而是一个真正的力量。当大家看见了星光，也建立了生活的仪式感之后，宇宙要送给大家的第一个实质的惊喜，就是这张牌创造。这张画面其实非常的震撼我们看到的是宇宙级别的金色光芒，然后中间是生命之树的一个根系星辰的网路在交错，火焰跟流光全部都从这个内核往外去扩散，往外去绽放。好，这张牌很像是整个宇宙的蓝图被一只手轻轻的托着，所以呢，你们的翻身不只是要恢复原状，而是大家你们接下来会创造出一个以前从没有存在过的自己。你现在手上握着的就是创造一切的力量。很多人会觉得创造是不是这个艺术家、音乐家的事情，是某一些有天赋的人在做的事情但是这张牌想要说的创造它其实在说的是我们用我们的意识、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每一个念头创造你接下来的一个现实这张牌它代表的是一个高维度的显化。比如说在3维的物质世界中，我们可能只是换个工作、换个对象，但是在5维的意识的层次代表说其实你已经连接到了你的灵魂蓝图。现在你脑海中浮现的那些点子，比如说你想要转行你想要开启新的计划，这些都不是幻想，不是白日梦，而是宇宙正在借用你的手去进行一场灵魂等级的艺术创作。所以无底翻身它并不是等一个机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在你心底做了决定的那一刻，宇宙就会开始重新排列它的资源，往你这个方向去聚集。所以呢，
我看见其实坐在这个手心里的这个人其实是你们，而拖着你的那双手就是宇宙。你以为你很渺小，但是宇宙看见的是你们其实是非常有力量的，你们其实是可以创造一切的存在哦。所以这张牌出现在这边呢，想要告诉大家哦，现在是你重新定义你自己是谁的时刻。请你不要再用旧的眼光来看自己。过去啊，那个在风暴里被打得东倒西歪，或是有点不知所措的你自己，在那个灰烬中找不到方向的你自己，那些都不是全部的你。真正的你是被宇宙拖着的你。所以如果你最近觉得灵感来了，或是突然冒出一些让你觉得很兴奋很想要去做的想法，请你一定要抓住它，不要让它溜走。因为呢，那个就是你们翻身的引擎，就是宇宙在向你发出的讯号。好，下一张牌哦，Forever in my light 永远在我的光里面。这张牌真的很美哦，美得让人想要屏息停在这边哦。这张牌想要说的是你以为你是一个人在走这段谷底的路，但其实你并不是哦。大家看一下这张牌的画面哦，有一条这个散发着柔光的金色的石板路，一路延伸到远方，然后它消失在树梢跟星光之间。整个天空啊，其实有闪烁着一些光点，两旁啊是盛开着金黄色花朵的树木，就很像是一对一样，在这边笔直的排开的大树。好，这张牌啊，想要告诉大家哦，这条路是亮着，为什么？因为你们本身就自带着光芒哦，只是可能你过去低头走路的时候没有抬头看见这个光。这张牌叫做永远在我的光里面。这个我啊，它不是某一个外在的生命或是力量，这个我它在说的其实就是你自己，你永远活在光里。所以呢，大家我们现在是要回想起来，其实我们就是光源，你们是被保佑着。过去你可能觉得自己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但是这张牌验证了前面所有的风暴已经过去了，现在你的脚下是光，你的头顶也是光，这是一条对的路。大家看一下这一条路，它不是笔直的路，它是蜿蜒的，代表说你们的翻身路径可能不是你一开始预期的那一条线，那一直线，它可能会绕一个弯，可能会让你先走进这一片金黄色的树林里，让你慢下来，让你需要去看见沿途的美丽，然后你才会发现原来多绕的这个弯其实是你需要的。所以不管你现在决定往哪个方向走，宇宙都在向你保证你是安全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宇宙想要给大家的祝福跟提醒是什么。好，宇宙给大家的完整的讯息啊，一张蓝一张红哦，一张是谦逊之歌，一张是信念之歌，它们放在一起啊，其实是宇宙要送给大家的两种心法，缺一不可。第一张牌它是谦逊之歌，大家看一下这个穿着蓝衣的女子哦，她在风里轻轻的柔柔的，然后她用她的手去抚摸着这颗月亮，那它的姿态是一种很柔和的姿态，是接纳的姿态，所以就想要提醒大家，我们翻身之后要保持柔软。很多人在谷底的时候心里都会有一种愤怒，就是说好，等我翻身了，我要让你好看，我要让所有人都看见，我要去可能报复那一些曾经伤害我欺负我的人。好，这个执念啊确实可以给你一些力量，给你力量站起来，但是宇宙想要跟你说，当你真的翻身之后，请记得放下这个执念。那我们这里的谦逊它并不是软弱，
谦逊是一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清醒。过去的那场风暴教会了我们什么？那段谷底的经历教会了我们什么？那个经历、那个学习、那个新长出来的智慧，才是我们真正的财富。所以呢，这张牌讲的是一种跟宇宙合一的臣服。因为翻身之后啊，我们会看见更广阔的风景，也会开始迎接各种随之而来的幸运。这张牌想要说，请去接纳所有的幸运跟美好，不要因为觉得自己不值得而推开它，也不要因为觉得太兴奋而抓得太紧。就像这张牌，这个女生她抚摸着月亮，她没有把月亮握得很紧，她只是轻轻的这样子抚摸着，因为她知道光是需要流动的，不是用力去抓住的。所以当我们把自己放柔软，宇宙的力量就能够更大的透过你去流动。我们接纳过去的伤痕，也接纳现在突如其来的幸运，这份翻身的力量才会走得更长远，走得更加的深刻。最后一张牌是我们的信念之歌，哇，这张牌的能量完全不一样。这个红衣的女孩子啊，她仰起头，然后整个人的姿态是很豪放的，整个人就很像是迎着光要冲上去。她的裙摆就像火焰一样，就像海浪一样，所有曾经烧过她或者说湮灭过她的东西啊，现在在此时此刻，这些痛苦的经历对她来说都化成了她的翅膀。所以她并不是在祈求好运啊，或是光芒啊降临在我身上，而是她整个人是奔向光的一个状态。这个女子是谁呢？就是重生之后的你们。信念之歌其实在提醒大家翻身啊，有时候我们需要一点狂热，就是我们不要再用那种小心翼翼啊、卑微啊、试探性的方式在生活。我们既然已经从谷底走出来了，我们就大胆的去跳舞，大胆的去唱歌，大胆的去实现你的梦想。宇宙想要跟你说，我们抱持的信念不是我祈求，我希望事情变得更好的这种被动的等待，而是我知道它会变好，所以我现在就开始用那个已经变好的姿态生活着。大家知道时间线的概念吗？从更高维度的视角来看，你们所有的可能性此时此刻都已经同时的存在，在5维的时间线里面，你们的成功已经发生了，有一条时间线上的你已经翻身了，已经重生了，已经活出了那个最闪耀的版本。那个时间线不是在遥远的未来，它是在大家做出选择的那一刻就会向你靠近。那个翻身过后的你，那个闪耀的你，它现在此时此刻就存在于另外一条时间线上，在等你做出选择，然后向它靠近。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我们要在3维的空间里把那一份相信的喜悦先表现出来，不是假装，而是我们真的相信它会发生的这种喜悦感跟狂热感先表现出来。当你选择相信，当你选择站起来的时候，我们的选择就会像这个红衣女子一样，不管你的裙摆是火还是海浪，我们都张开双臂往前走。那一条最好的时间线就会在你往前走的那一刻成为了你们的现实。宇宙其实一直在等大家做这个选择大家的信心就是加速转机到来的一个最强的显化剂。那最后想跟大家说如果你觉得事情的发展不如预期，或者整个进度还不够快，怎么还没有翻身呢？怎么还没有成功呢？那是因为我们现在还站在3维的线性时间里面，我们用日历在数日子，但是在5维的意识场中，其实整个时间的运作方式是不一样的。刚刚说过，所有的可能性其实此时此刻已经同时存在，大家要相信那个已经翻身的你，他现在正在等你做出选择。我们选择了好好的呼吸，或是建立每天的仪式感，选择相信自己的光，选择去跳脱焦虑，去找寻方法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在那一刻
悄悄的跳转到那一条高频的时间线上了。好，在接下来的3天、3周或是3个月内这个翻身的力量会非常的有感。它可能是一句话打醒你，或是一个机会来到，或是一个你突然想清楚、看明白的一个时刻。你会知道这些的讯息、这些的提示都是宇宙在回应大家好，以上就是有关于今天第一组朋友你们的解牌啦。恭喜选到第一组的朋友，我觉得这支影片的讯息非常的温柔，希望大家都可以像凤凰一样在火中看见自己最美丽的样子。好，那最后也跟大家说，如果你想要给自己一个机会，或是给自己一个不同的可能性的话，欢迎加入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我们在灵性的世界中一起学习成长。下支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一下，我们即将要迎来人生的大翻转，即将要从谷底翻身了。好，那这整个过程会怎么样子的展开，以及宇宙会给我们什么样子的一个好消息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朋友你们的验证牌看一下这一组呢是不是有对应到你们以前到现在的一个人生的状态好，第一张牌是2棍这张牌。这张牌呢，我们看到有一个穿着黄色碎花裙的女子，她跪在沙滩上，然后双手高举着一颗石头，她表情非常专注，看着地上的这个贝壳。这个贝壳呢，散发出一些音符好，整个画面是在讲什么呢？其实这组朋友过去在现实生活中，有人他像是一个恶棍一样在伤害你，或是背叛你，或是直接的让大家的生活陷入谷底。但是呢，我们可以去重新的改写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如果呢，你遇到了一些带有恶意的人来攻击你，比如说职场上扯你后腿的同事，或者是说在感情上遇到劈腿，或是真的很不负责任，然后薄情寡义的人，或是有些朋友就是遇到你以为是朋友，但他其实在背后捅你一刀的人这些人他可能就像是恶棍一样闯入到你平静的生活，试图要把你这个很平静的生活去砸碎，去打碎。你会觉得自己就像这个海螺一样受伤了，被针对了。这个受伤的感觉其实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但是呢，这张牌要告诉大家，我们可以去把力量拿回来。宇宙想要透过这一张牌让你看清楚一件事情虽然他们伤害了你，但是你们才是这场戏的一个编剧。当你不再把他们看成是一个没有办法去战胜的恶棍的话，他们就再也没有办法伤害到你了。所以这整个过程其实是让大家去重生的。过去的伤害已经发生了，可是我们现在已经不站在受害者的这个角色了。所以呢，如果这张牌让你想到某个具体的人事物，某一个具体的情境，那一个你在半夜想起来都会觉得很愤怒、很委屈，或者很想哭的这段经历的话，那这组牌其实就是在跟大家说话其实呢，这件事情，这个人他伤害的是你们的过去，但他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定义你的未来。他们举起了这个石头，可能砸碎了大家旧的生活，但是也意外的帮大家开启了新的一条重生之路。我们真的不需要去原谅恶棍，但是呢，我们不要再把过去这个他们伤害我们的事情一直放在我们心上，好像他伤害了你一次，你又在心里反复的伤害自己很多次好，这是第一张牌。第二张牌 Lighthouse。 好，这张牌在说什么呢？灯塔不要怀疑你的价值大家看一下这个红发的女子她手中举着一个镶有金框的牌子，上面说我永远都是足够的， I am always enough。
他的书架上有很多他喜欢的东西啊，有水晶，有蜡烛，有书，有植物，整个房间是很温暖的，是很丰盛的，代表说其实他呢在透过各种方式去修复自己，但是在修复自己的过程中，他还是需要把这个话语举起来，不断的提醒自己，不断的在告诉自己。我觉得这个很像是第二组朋友你们现在经历的一个状态哦，你们正在修复自己的过程，有的时候又会回到某一个过去受伤的情境中，在这样子拉扯的过程中，你需要反复的提醒自己，用各种方式告诉自己说，我永远都是足够的。这个画面啊，它并不是一个表演或是演给别人看的一个自信，因为他是在一个人的空间里面对自己去说一句他现在需要听见的话，可能也是第二组朋友你们现在需要去听见的话哦。很多的朋友你们现在正努力的在废墟中去找回你的自信，那这张牌也问你哦，你真心觉得你够好了吗？很多人在谷底里最大的伤不见得是来自外面，除了外面之外啊，还有那个自己的内心可能会不停的对自己说你不够好，你不值得，你凭什么，或者是你没有救了，这个声音其实是另外一层的伤害。所以如果说你最近疯狂的去阅读一些身心灵的书籍，或是寻求各种疗愈的话，其实这张牌就是大家的能量的验证哦。灯塔的功能不是要照亮整片海洋，而是呢在黑暗里面，灯塔可以让迷失的船知道方向，而大家你就是自己的灯塔。如果你连自己的光都不相信的话，那这盏灯其实它亮不起来。那副标题也提醒大家不要去怀疑自己的价值哦。宇宙想要透过这张牌告诉你说，你不需要先把所有事情做好才值得被爱，才值得好事发生在你自己身上。你现在这样子就已经足够了，足够好了。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像画面中的这个女子一样，去写下这样子的一个标语，并且把它拿起来放在墙上，对着自己说，提醒自己说，我永远都是足够的。好，来看一下第3张牌 Confidence 自信哦。好，这张牌啊在说什么呢？自信它其实是会随着时间跟练习而来的。画面中的这个女孩，她说在这个车子可能是公车或是火车的这个座位上，双脚抱膝，然后侧脸望着窗外。窗外呢是橘粉色的一个夕阳哦，她脚边还有一个粉红色的包包。那这个包包上啊印着一把燃烧的剑。这个女孩啊，她看着窗外若有所思，它代表了一种孤独感，也代表了一种启程。所以有些朋友你们可能正在处于一个孤独的阶段，一个人往前走，一个人往前冲的阶段哦，心里有点不安，有点不自信，就像这个女孩她把脚缩起来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你看这把剑代表说，虽然你不安，你不自信，但是你已经带着你的勇气上路了。就像这把燃烧的宝剑，燃烧的宝剑代表说，第二组的朋友，你们绝对是有能力有力量的，你们拥有属于自己的武器。只是现在呢，可能你还没有打开这个包包，还没有拿出那把剑。那你们在等什么呢？可能你们在等一个准备好了的感觉，或是在等一个强烈的讯号，或是在等自己真的有勇气去拿出这把剑，有勇气去展现你自己。这张牌想要说开始跟启程它并不是等来的，它是练习出来的。自信不是你准备好了之后才有，而是当你开始做了之后慢慢去长出来的东西哦。所以你们是不是一直在等自己变好，变得更强，更有把握，然后才敢踏出去那一步？其实这张牌想要告诉你说你其实不需要100%的自信，只要你愿意踏上这一台重生的列车，你就已经在路上了。而且剑就在大家的包包里，它一直都在。你什么时候决定打开这个包包，你的自信就会开始。好，这个是
第二组朋友，你们的验证牌，如果你觉得好像是跟宇宙在跟你说话，然后有符合你们的状态的话，我们赶快继续进入主牌，继续听下去哦。好，我们的下一张牌是 Action 行动哦。这张牌的画面好美哦，有一道螺旋形的这个铺满红色地毯的楼梯啊，而且这个楼梯还是有镶着金边的扶手，它优雅的往上去蜿蜒，最终也通往一扇哇，好漂亮的，好优雅的白金色的一个大门哦。好，这个大门背后啊，好像是一个哇，充满阳光的世界哦，它是另外一个美丽的世界。这张牌的能量非常的明确哦，我们的翻身啊，会变成一个必须要去落实的脚步。而且啊，宇宙已经把未来的方向告诉你了，隐约的去引导大家，而且它是一个不断的往上走的一个过程哦。你们走的这一条路啊，不是一个泥泞，而是越走越美丽的一个优雅哦。你的方向始终是向上的，大家知道吗？这个机会就在这里，方向是对的。所以呢，宇宙想要告诉你说，停止等待，我们要去行动，现在就是那个需要去行动的时候了。大家看一下这个楼梯，它是螺旋的，不是一个一步到位的捷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阶一阶的去走，我们可能会需要在这个过程中绕过一个弯才到了顶峰，才到了你想去的地方，但是大家每走一步路就靠近这扇门越近一点，而你们呢，现在要做的就是走上去，要去行动。所以行动呢，是我们翻身很重要的一个触发点。走上去之后，你就会越走越看见方向，最终你会看见你的梦想是可以去实现的，它并不是一个空谈哦。好，下一张牌是臣服哦，哇，这张牌也是很漂亮哦，美丽的天使，然后粉红色的翅膀轻轻的展开哦。这张牌呢出现在行动之后是有原因的，在行动的同时啊，其实我们也受到了宇宙最温柔的守护。宇宙说你要去行动，但你不需要去控制一切哦。很多人在谷底的时候会想要拼命的去抓住一切让我可以安心的东西，因为我想要知道结果，我想要确认这样做一定没有问题，拼命的去抓住，因为我没有东西再可以去失败了，我没有失败的空间，我没有多余的资源，所以我一定要确定是一步到位的。但是这张牌想要说，臣服呢并不是放弃，而是我们不再对抗命运的一个安排。可能你过去会很用力的想要去控制局面，但是现在请你把这份努力交给宇宙哦。这个臣服啊，它是一种非常高级的信任，它是在说我做了我能做的，剩下的我就交给宇宙。当你臣服于当下的流动，那一些天使般的助力，还有一些看不见的贵人，它其实就会像这张牌一样自动的去联系，就像牌面上这么多的星星自动的为你铺路。大家看一下这个天使哦，他的眼睛是闭上的，表情非常的和平，甚至有一点点小小的微笑，因为他知道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有一个比他更大的力量正在为他安排最好的结果，那个力量其实也在为你安排最好的结果。这张牌想要告诉你说，踏出去行动之后，你就臣服吧，你不要每天焦虑的去计算结果，不要每天的问说为什么还没有发生，因为我们做的工作就是种下种子，然后我们也要让阳光跟雨水去做他们的工作。好，这个是第二张牌。Invitation 邀请，好，这张牌一出来，整个能量都不一样哦。这个是未来的大家哦，未来的大家在说什么呢？看一下这个女生哦，她闭着眼睛，然后呢，她嘴边呼出了8个爱心哦。我们的爱、喜悦、美丽、平静、善意、希望、乐趣跟冒险。
这些东西我们并不是在等这个好运降临而是呢从自己的内在把它呼唤出来。宇宙正在邀请大家进入这8种高频的状态大家我们谷底翻身之后，不是只是为了生存而已，而是为了享受人生这个游乐场。我们翻身之后的生活它不会是某一个特定之后的样子，而是你们主动选择的感受。很多人以为说翻身就是要某一个具体的事件，某一个工作，某一段关系，或是某一笔钱。但是这张牌在说，翻身呢是邀请大家重新的去感受这种频率，回到自己生命中的状态。比如说爱可以从现在开始去感受，喜悦也可以从每一件小事情开始，美丽可以是你今天眼睛张开看见的那个画面，平静也可以是从大家现在的一次呼吸开始。当然你们不需要等所有事情都到位了才值得拥有这些感受。这张牌其实也在验证了一个惊喜，是大家你们即将收到一个让你感觉到很心动的邀约。它可能是关于爱，或是一场有趣的旅行，或是可以让你发挥你才华的一个计划。这张牌宇宙也在问你说，今天你愿意邀请哪一种感受进入到你的生命呢？你就选一个吧，是爱、喜悦还是冒险呢？我们要对这个世界说 yes， 因为呢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这场盛宴的主人。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牌。哇，这张牌很厉害是真相。这张牌在说什么呢？哇，这张牌呢代表说，好，中间有一个眼睛它代表说你已经要进入到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是你能够看清楚那一些困扰你的幻象。因为我们在人生最黑暗、灵魂暗夜的时候总是会觉得自己很渺小、很无力，不知道该怎么办，或是非常的恐惧。但是当我们站在真相跟真理面前你会发现我们跟宇宙是一体的，那个巨大的眼睛正在温柔的注视着你们翻身的每一步。那真相牌出现在这边其实是宇宙要给大家一个非常深的讯息你所遇见的所有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那一段让你心碎的关系，或是让你崩溃的这个工作，或是让你觉得一切都毫无意义，想要去结束的那个时刻，其实呢从宇宙的视角来看，它不是惩罚，不是诅咒，而是一个让你看见真相的安排。什么是真相呢？真相可能是你看见某个人的真面目，或是你看见了自己内在一个需要去成长的地方，也许是你看见那个你一直以为你需要的东西，其实根本不是你真正想要的。所以这张牌也预示着一个觉醒时刻的到来我们终于知道我们自己是谁，以及为什么我们要来到这个世上，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中间这个宇宙之眼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大家，一直看着你，他一直看着你，一直知道你在哪里，也一直明白你的处境。你们没有被遗忘，你们的苦都被看见了。那现在呢，他要给你的其实就是那个，你们现在可以在繁华里仰望，你们可以看见全局，看见真相，看见全貌，然后继续的往前走。好，这张牌是很压轴的一张牌它也是一个能量非常宏观、很壮阔的一张牌Eternity 永恒这张牌哇，它有一个非常纯粹的流动的画面，在这一切的中心有一颗金色的星球，它被那些流动的宇宙力量所环绕，所拖着，所推动着，没有什么是静止的，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转化。这张牌代表什么？它代表圆满。在这个翻身之后在绝境重生之后我们会去建立一个长久而且是稳定的新格局它并不是一个昙花一现的转变，它是一个永恒的长久稳定的新的世界这张牌想要告诉你说，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是永恒的一部分，它并不是说你的痛苦会永远存在，而是说
你这个人，你这个灵魂，你这段生命的旅程，比你现在所经历的、所看见的这个低谷还要大，非常非常的多。而你在过去这场风暴中学到的经验，长出的智慧跟勇气，会成为大家灵魂里面永不会磨灭的光芒。而中间这颗金色的星球啊，其实就是大家，不管宇宙的能量怎么样的流动，怎么样的旋转，你都是完整的，你都是闪着金光的，你都是被力量拖着往前走的。所以呢，过去的这个谷底，它只是你们永恒旅程中的一个章节，而这个章节正在翻页。所以宇宙想要透过永恒这张牌，想要告诉你说，你的翻身它是一个起点，不是一个终点。因为你在一个永恒的旅程中选择了一个新的方向，就有了一个新的起点。所以从现在开始，从这个当下，我们选择往光的方向走，宇宙的洪流就会推着你一直往那个方向去。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宇宙送给大家的礼物哦，分别是这个喜悦之歌跟乐观之歌。这两张牌真的好漂亮哦。首先是喜悦之歌，有一个女生啊，她在圆形的光圈里跳旋转舞，那她的裙摆是渐层的一个颜色哦，从深蓝色、青绿色到金黄到橘红色，最后呢，在她举起的双臂之间变成一个纯粹的白色的光芒，所以整个圆形的空间都被她舞动的能量所填满。这张牌宇宙想要告诉你说，喜悦是你翻身的方式，喜悦不是翻身的结果。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奇怪，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要翻身了之后，我才会喜悦，我才会快乐，等到事情好了，我才有资格开心，等到某一个人回来了，等到我找到更好的工作，等到某一笔钱进来了，或是说我的财务状况缓解了，我才能够喜悦。但是这张牌它讲的其实是另外一件事情哦，它想要告诉你说，当你先允许自己喜悦，翻身才会真正的开始。我们并不是等音乐开始了再跳，我们本身就是音乐，我们本身就可以很开心，我们本身就可以随时随地的转动跟跳舞，我们可以创造这个光圈哦，我们的喜悦会创造我们的现实哦。所以呢，这一组朋友，这个喜悦啊，不是一种松了一口气的解脱，也不是那种终于结束的放松，而是你打从心里面升起来，让你想要旋转跳动，忍不住想要去嘴角上扬的那个喜悦感。我们要找回这样子的感觉，我们要从今天开始召唤喜悦。当我们开始召唤喜悦，我们就开始召唤那个最好版本的你自己。所以呢，去找一件让你觉得喜悦的小事情，它可能是一首歌，可能是一杯你最喜欢的饮料，也可能是一个让你觉得很美丽的画面。我们去完整的体验它跟感受它哦。你的喜悦其实就是你的光源，当你散发出这样子喜悦之光的时候呢，宇宙会把所有匹配那个频率的事物都往你这边吸过来。其实我看见最终呢，大家会成为喜悦的本身，你们会允许自己去做下让自己喜悦的那一个决定。好，最后一张牌啊是乐观之歌。好，这张牌想要说你们曾经在风暴里面被摇晃过，被震撼过，觉得自己想要崩塌了，但你其实没有。就像这张牌一样，有一个从天而降的黄金色的能量哦，这个是宇宙的黎明哦。宇宙的黎明在最长的黑夜之后冲破第一道云层，来到你身边，它是大片大片的，毫不犹豫的铺满整个天空的。所以我们的翻身，它不是一场小小的改善，它是一场彻底的全面的光明哦。这张牌想要说的乐观啊，并不是那种我假装一切都没有事的这种天真的安慰，也不是我努力的说服自己说不行，我要正向，我要乐观，我不能去想一些负面的事情，不是这样子的假装哦。他说的乐观是我们看见了更大的格局之后的一种笃定。就像在山顶的人，他看见了地平线，他知道太阳在哪里，他知道黎明正在
来临。所以就算此时此刻这个山啊还被一些雾气缭绕，但是他知道这个雾气不会一直都在嘛。这张牌想要给大家的就是这种视角，我们现在开始会以一个更高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处境，不是用明天的眼光看今天，而是用3年后的你回头看现在的时刻，3年后的你回头看现在，他会对你说什么？他可能会说，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越来越好，一切都会开始变得不一样。而你们所经历的那个冬天已经过去了，这道金光正在路上。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你们过去所经历的一切都被记录在你灵魂的史册里面。你的翻身呢，它不是一件微小的事情，它也是你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所以值得被好好的记住。保持乐观，我们不是要假装一切都很好，是因为我们知道黎明一直都在，那个金光就朝着你的方向而来，我们只需要继续的往前走，继续的站在这里。所以这2张牌放在一起啊，就想告诉大家，先让自己喜悦，因为喜悦是你本身的光源，是你召唤翻身的一个频率哦。接下来因为金色的光已经朝我们来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继续的相信，一个是向内的，一个是向外的，一个是感受，一个是视角。所以呢，这个是就给大家谷底翻身的最后的2把钥匙。当我们同时拥有这2样东西的时候啊，其实那个最好的时间线就会在这一刻向我们靠近。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2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如果大家想要更进一步的去了解自己身心灵的状况，或者是能够帮助自己做更好的人生抉择的话，欢迎加入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3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的主题是谷底翻身，绝境逢生呢，我们即将迎来人生的大翻转。那翻转之后呢，我们会有怎么样子的新生活，然后整个过程会怎么样子展开呢？以及最后啊，宇宙要给大家的祝福跟建议哦。首先呢，我们来对应一下第3组朋友你们现在的一个能量状态哦。好，我们的第1张牌是 Gray 灰色哦，这张牌啊有一种很无力回天的感觉哦。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很像是坐在码头上的这个女生哦，你看见某一个机会，某一个关系，某一个旧有的生活模式可能正在远离你，或是某一个曾经很富裕或者说很开心的状态正在远离你，但是你好像只能够选择停留在原地，或者说试图去理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有可能呢，正在远离你的是你曾经的一个梦想。这组的朋友，你们经历过一段非常消沉，甚至觉得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时期哦。这种感觉啊，它是一种很长期的压抑感、郁闷感，觉得自己好像被困住了，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再前进哦。甚至有些朋友可能会就是有一些负面的念头，觉得说我闭上眼睛之后再也不要醒来，因为这种眼睁睁的看着什么东西终结，或者说不知道明天在哪里的这种恐惧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去翻转的这种无力感，对你来说啊，其实是一种就像灰色这张牌一样，灰蒙蒙的天空啊，去笼罩在你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呼吸里面。有些结束啊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就像人生的一些自然的生老病死的一个循环哦。那你可能在某段时间真的只能看着它发生，却什么都做不了。那一个离开你的东西，可能是你非常在乎的，可能是你过去以为会持续下去的，或者是说某一个你爱的人可能就坐上了这一艘船，越来越小，然后最后安静的消失了，在你看不见的一个地方哦。这一种灰色的感觉，它是一种非常深沉的说不出口的
难过。这张牌看起来很残忍，但是宇宙也想要告诉你说，有些结束并不是因为你不够好，并不是因为你做错什么，只是因为它的时间到了。那艘船要走，不是你的错，天空变成灰色也不是你造成的。那你们站在这个栈桥的末端，你选择留下来，或者你不得不留下来看他离开，这其实是需要很大的一个勇气，你们知道吗？所以我看见有些朋友其实最近正在经历一个，比如说不是你主动选择的结束，或是说有些事情不管你多不愿意，它还是发生了，或者说它还是消失了，它还是离开了。这张牌想要告诉你说，这个结束是真实的，它可能包含了某一种生活方式的结束，它是真实发生在你的生命中的，你的难过也是真实的，同时它也是值得被尊重的。你不需要假装没事，你不需要马上振作起来，你可以先坐在这个栈桥上，看着这一片橙红色的天空，去接受你现在这个感觉。但是请记得，天空再灰暗，未来的希望仍然在。好，我们看一下第二张牌第二张牌是 tree， 这个是树这张牌呢是自死地而后生的灵魂淬炼现在的你可能正处于一个能量最关键的燃烧期就像这一棵燃烧的树，你们正在经历一场彻底的排毒跟断舍离，因为你明白说，如果我不把那些枯枝败叶、那些旧有的执着跟负担烧掉，新的嫩芽其实就长不出来。虽然你现在可能觉得有一点痛，或是心头有一点空空的感觉，但我觉得你们正在学会让有些东西离开。现在你的能量变得更加的纯粹，你正在把所有的杂质烧掉，只留下最真实、最坚硬的自我核心。大家看一下这个红发的女子，她背对着我们，她的姿态是安静的，可能有一点疲惫，而身边的这棵树它在燃烧，每一根树的这个树枝的末端都有金色的火焰在跳动，它并不是整个树都着火这种恐慌，而是每一个树枝它都有小小的一团火在燃烧，在发光。那这张牌说，其实你人生有些东西它确实正在消失，正在消亡，但我看见的是你可能选择靠近它，选择陪伴它，而不是逃走。这一组的朋友这棵树可能是你一个舍不得放下的梦，可能是一个让你伤痛心，但是你却还没有办法离开的人，可能是一个你已经知道走到尽头的工作，或是一个正在结束的人事物好，你坐在这里，可能是因为你还没有准备好说再见，但是呢，这一组朋友看一下这个副标题他说 Let them go， 让他们走。好，这边用的是他们，是复数，代表说可能你不止一件事情需要放手，可能是某一个人，可能是某一个记忆，可能是你对你自己的期待，或者是你以为就是赖以生活的一种生活的样貌。有的时候放手不是不爱了，不是放弃了，也不是认输了，我们放手是我们让那把火把不需要的东西烧完，然后让新的纯粹的东西再从灰烬中长出来。因为树根还在，春天还会来，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仔细看一下，其实这里有一个蓝色的没有被烧掉的小东西这个是属于你们的东西，是属于你们的宝贝。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会被烧的什么都没有，我们手里还有属于我们的宝贝没有被烧掉。你们放手的并不是你们的全部，而留下来的这个才是你们需要的，它会一直陪伴着你们。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张验证牌Protest。 好，这张牌是一个内在的政变当能量积压到某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其实你不想要再安静了，可能你的内心会出现一种愤怒，它是一种神圣的愤怒，你开始拒绝当一个乖乖的顺从者、配合者，你开始对那些限制你的体制
长辈或是一些社会的期待进行反抗。就是说有些朋友可能你在近期的生活中做了一个比较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在别人眼中看起来可能是有一点叛逆或是激进或是不是这么的乖巧的。那对你而言呢，我觉得这个是你为了活下去而发起的革命，你开始夺回你的发言权，你不想要再为了和谐而委曲求全，开始一场革命哦。其实这张牌跟前面2张牌的能量完全不一样哦。这3个女子她们彼此手牵着手，一起走向前方的那座城堡，然后周围的人也高举着标语。这一组的能量其实就是说，我们来了，这不是一个孤独的战斗，这是一个集体的力量。所以这张牌在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们感受到的委屈是真的，你觉得的不公平也是真的，你心里的那把火是真的存在的，而且不止你这样觉得，其他人也这样觉得。好，这一组的朋友这一场革命有可能是你开启的，然后获得了其他人的认同跟追随。这个革命并不是愤怒的破坏，并不是报复，并不是要让他们付出代价，而是你决定重新的回到你内心的一个信念跟信仰。那在这个过程中，有人跟你站在同一边，有人看见你的挣扎，有人愿意和你一起面对那个确实需要被撼动的城堡。这个城堡可能是一个让你也让其他人受困的一个系统，可能是一个观念，可能是一段让你窒息的关系，也可能是你自己心里曾经那个不值得反抗、不能去反抗的信念。真正的革命就是从大家不委屈自己的那一刻开始。所以如果呢你心里也有一直压着的火，一直想要去做什么改变，一直想要去就像这张牌一样引起一个内在的革命，去推翻一些不正确的想法，去维护自己的权利跟信念的话，其实这组牌就是为你们而来的。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你们的主牌的能量哦，宇宙要给大家什么好消息呢？哇，我们第一张牌来了，就是惊喜哦。这张画面呢，一个包着星星图案的礼物盒盖子被打开了，然后有整片星空数不清的星星跟光点从4面8方这个爆炸性的散开好像是在庆祝一样。这张牌出现在主牌的第一张牌，就是宇宙给大家的第一个回应。当你放下那些燃烧的东西之后，那个空出来的位置，宇宙要放进去一个新的礼物，新的惊喜，而且是你本来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一个惊喜哦。它可能是你没有预期到的新缘分，或者是说一个你从来没有考虑过的机会。当大家放弃了某个执念的时候呢，这些惊喜会以一种不同的形式来到你的生命中，同时呢也让你看见新方向的可能。那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惊喜这张牌重点就是它不是你脑海中一步一步的去计划堆叠出来的，它是一个很开心的，然后意想不到的这种发生。但是当大家越是紧紧抓住这个旧的信念的话，这个盒子其实就打不开。当我们真正放手的时候就像这个礼物盒的盖子一下子就被打开了。这个盒子里面装的是大家从来没有想过的美好。所以呢，大家有些跳脱出你舒适圈，就是跟你现在生活步调不一样的东西不要急着去否定它，不要急着说这个变化不好，因为呢它可能是宇宙为你准备的包装过后的一个祝福哦。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牌第二张牌是自我价值哦。这张牌超可爱，一个心形的蛋糕，上面写的 self love。好，它有粉红色的糖霜，还有金色的餐具哦。整张牌好甜，好温暖，充满着爱。这张牌要做什么？这个蛋糕是要来给大家好好的享用的。所以呢，其实大家的价值不需要等待别人来确认，而是你自己先坐下来好好的享用。比如说在过去的这个难过的心灵暗夜里面，可能你有很多次觉得自己不够好，或者是你觉得如果我再好一点，再努力一点，再不这么麻烦一点，事情会不会就
有所不同呢？宇宙想要告诉你说，这个自我价值的爱，这个蛋糕一直在这里，只是你过去没有选择去拿起这个刀叉来吃哦。那现在呢，在翻身之后，新的人生开始了，你们会重新感受到一样东西，就是我值得。这个我值得，它并不是一种傲慢，而是一种由内心深处升起的一个笃定。我值得被爱，我值得被好好对待，我值得好事发生在我身上。然后呢，你们会开始注意到身边的人啊，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去对待你。比如说那些曾经让你受委屈的关系，它会开始重新调整它的位置，有些会更靠近，有些可能会自然远去。那一些真正重视你、珍惜你的人，会越来越清晰的出现在你的视野里面。当你开始知道你自己的价值，宇宙就会把同样知道你价值的人事物送到你面前。所以呢，我们先切一块蛋糕给自己，因为这组朋友，可能你过去习惯喂养别人，把最好的资源、情绪跟时间都给了别人，现在宇宙希望你把这份甜美留给你自己。而且我们这边拿到的是金色的餐具，它象征着是尊贵跟仪式感。它想要告诉你说，你要把自己当成贵宾来对待，不要廉价的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或者是情绪。这样子的话，我们之后的磁场会开始吸引真正的财富跟尊荣哦。好，再来看一下，哇，这张牌是 Power， 哇，这张牌很可爱哦，大家看一下，有一个圆形的静止标志哦，中间写的 Good Girl， 好女孩，然后有一条粗线把它划掉了，我们不要再当乖乖牌了。这张牌就是说我们整个人谷底翻身的过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允许自己不要再去好像讨好别人，或者说为了让别人舒服而缩小自己，而委屈自己。好，可能在过去的状态中，你在扮演一个好，我自己来，我可以的，不要麻烦别人的一个角色，或者是说，其实你不自觉的就会去顾虑到别人的感受。这个好女孩的设定，它其实是一个很深的东西，它可能在你很小的时候就被安装进来，要听话，要懂事，要让大家喜欢你，不要惹麻烦，不要太明显。但是这个设定让你付出了什么代价了？宇宙想要告诉你，在翻身之后，我们会发现有一种新的声音冒出来，那个声音会开始说，不，这个不是我想要的，我有我自己的看法。也就是说，大家你们终于开始做自己了，它是非常有爆发力量的一张牌。所以呢，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真正的内心的力量在这张牌开始苏醒了。我们不会再为了维持和谐或是符合社会期待而压抑内心真正的野心哦。甚至我觉得这张牌跟这个愤怒好，它其实是抗议它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你们过去可能不敢去抗议，不敢去愤怒，或是不敢去拒绝，现在这些权利通通都回到我们的身上了。好，还有我疗愈哦，这张牌很美耶，在墨绿色的海面中云朵透着金黄色的光，金色的月光也洒在这片美丽的海洋之中哦，它是一个非常安静的美丽哦。这种感觉是一种平静的疗愈。在某一个时刻，你突然发现你的情绪是平静的，你发现你自己可以好好的呼吸了。好，你发现你完成了自己的内在疗愈。其实这一组你们过去可能真的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件，是大是小，或者说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很奇葩，但是他们又觉得完全他没有错的人，但是他做的事情确确实实影响着你，或者说他为了他自己的方便若无其事的去侵占你的一个权利，或者说占你便宜。当你反应之后，他可能还无动于衷，或是说他觉得这个就是你活该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你们真的忍受了很多的委屈哦，但是想要告诉你说，接下来我就要给你一个完整的疗愈。
这个疗愈的过程啊，宇宙其实想要告诉你，你需要给它时间，然后也给自己空间。其实你自己知道怎么样平静下来哦。那在经历了这么多的抗争或是一些混乱之后啊，你们真的需要一个沉静期哦。这个沉静期，你可以好好的去处理过去所留下来的阴影跟创伤，或者有些地方其实想不通，你就不要再纠结在这个里面了。因为有一些人的想法，他可能跟你就是在完全不同的这个背景环境下长大，你可能没有办法去理解，一时半刻是没有办法去想清楚弄明白，可是它就是真实的存在着。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心理空间的断舍离，我们需要去累积我们自己的情绪存款，这样我们的内在才会变得更加的深邃跟稳定，不要再被外在的这些人事物所影响跟撼动。好，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这张牌很厉害哦，这张牌是龙的魔法。哇，这张牌的能量完全的不一样哦。画面中有一个女孩啊，她闭着眼睛，她的额头正中央有一个这个金色的像是眼睛一样的花朵，它其实是第三眼。好，这个它蓝色的眼睛啊，代表第三眼。这个第三眼看见了一切，虽然这个女生闭着眼睛，但是她的第三眼看见了一切。宇宙想要告诉我们，好，第三组的朋友要听好了，你们即将开启一种你从来没有用过的内在力量。龙啊，它在东方的文化里是最高贵的一个灵性力量，它掌管转化跟智慧。而龙的魔法想要说啊，你自己内在沉睡的那条龙正在苏醒，你们可能会开始注意到以前注意不到的东西，你会发现自己的直觉变准了。某件事情明明还没有发生，可是你就已经能够感觉到某一个人说的话，你一下子就知道他背后真正的意思，或是一些潜藏的意图。某个机会呢要出现了，你的身体自然而然的就会靠近它，然后告诉你说，这个就是机会。也就是说啊，在大家走过了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啊，我们即将开启更高维度的感知能力。也就是说，过去的那个灵魂暗夜不仅让大家变强了，还让大家觉醒了。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修复了价值观，你们夺回了力量，你们疗愈了内在，而你的直觉跟创造力会达到顶峰。第三眼跟火焰，它象征着灵感跟显化的力量。也就是说，大家接下来会拥有一种点石成金的魔力耶！你们不再只是被动的等待机会，而是你能够一眼看穿这个事物的本质，并且你可以精准的运用你的直觉去做出正确的投资或是决策。好，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给大家什么样子的祝福跟提醒哦。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两张牌哦，一张是庆典之歌哦。哇，这张牌真的非常的美哦，它好像是有什么东西被打开了，被释放了，就像这个红色的裙摆它被光推开一样，周围有一些植物，有一些花朵，整个画面就像是一场很盛大的庆典。这场庆典是为大家所举办的，而宇宙要透过这张牌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你整个翻身的过程是值得被庆祝的。比如说呢，可能是有些朋友你终于下定决心去转换现在的一个状态，重新开启新的生活，或是离开一个让你很委屈很久的关系或是环境，然后你发现我可以好好睡觉了，我可以笑得比以前更加的自在了，你的眼神有光了。可能有些朋友你是鼓起勇气去做一件可以帮助你人生改变的事情哦，比如说说出某一句话，做了某一个行动，投了履历等等的，然后呢，宇宙会以一种你没有想到的速度给你很快的一个回应。也就是说，你发现你原本想的最坏的结果并没有来，反而呢来的是你们的庆典。其实这个庆典并不是等一切都就绪我们才要去庆祝，它讲的是
大家你们每一个选择，每一次说不，每一次的保护自己，尊重自己，都值得被好好的庆祝。所以除了宇宙给大家办的大庆典之外，你也可以每一天给自己办小小的庆典，不需要场合，不需要别人，只要你和你自己就够了。可以告诉你自己说，我做到了，我很棒。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啊，其实你就已经在迎向阳光哦。还有这组的朋友啊，这张牌它也有一种实质的名利双收。这些名利双收啊，会以一种爆炸性的方式去喷发。如果你们过去长期以来受到打压、被压抑，或是有一些才华被低估，或是有一些计划就是停滞不前的话，现在会以一种爆发性的好运回到你身边。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会经历职场大跃进的一个快速成长时期啊，一战成名的机会啊，比如说你提出的这个企划突然爆红，或者说长期经营的副业突然涌入了大量的订单，你会发现本来你觉得被关上的门突然被一个不可抗拒的很大的力量推开。比如说你们的翻身是带有威望的，而且还是一个长期的果效。接下来呢，还有这个有关于财务的转机哦。这张牌它代表的是惊喜之财，或是一个能够长期获利的赛道正式的被打开。你可以感觉到哇，钱财流动的速度变快了，甚至你真的很想要去庆祝，想要请你身边的人啊，请你的家人啊出去旅游或是吃大餐的这种感觉哦。好，最后一张牌是幸福之歌哦。这张牌代表说大家即将体验到纯粹的自由跟满足哦。在谷底翻身之后啊，我们不仅获得了物质上的一个喷发啊，还获得了生命的解释权。我们不再需要为了迎合别人而活，这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的自信。好，整个关系跟状态也会开始重组哦。你们可能会彻底告别一段让你觉得很委屈的关系或是环境。在这个新的时间线啊，大家会遇到真正欣赏你，而且是能够给你共鸣的人哦。你会由心底而升起一个非常幸福的感觉。这种幸福是你即使什么事都没做，你就是走在路上，你也会不自觉的很开心，想要微笑，感觉到自己活着真是太美好了。同时啊，这两张牌结合啊，也代表了生活品质的提升哦。它是一种身心合一的翻身。你会发现过去比如说困扰你很久的一个健康问题啊，或是精神内耗，它慢慢的被解决了，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极大的行动力，或是很有精神的一个状态。你们开始有能力去追求你想要的生活环境，甚至是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地点，或是新的生活节奏。它不单单只是代表财务上的丰盛，还包含了你整个人健康的状况是非常饱满的，是非常丰盈的。而且这个幸福啊，它是一个你可以全心的投入，全心的信任的幸福。当你全心投入在一件事情里面，你可能就会忘了时间，或是忘了过去所有的一个伤痕，因为大家就是投入在那个当下，完完全全的活着，感受活着的感觉。你们接下来就是要经历这么开心的幸福。好，有些朋友啊，你可能会投入，或者说持续投入一件你真正热爱的事情。做这件事情啊，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别人的认可，而是我做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开心，本身就觉得很有意义，本身就觉得对，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事。那也许有些单身的朋友啊，你们会遇到一个人，这个人会让你有很甜蜜很幸福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是上下忐忑的爱，而是让你觉得很安全很温暖，可以做自己的那种关系哦。所以呢，你们即将得到的生活是你喜欢的生活，是一个幸福的生活。这个幸福啊，不在遥远的未来，就在即将发生的人生新篇章里面。所以恭喜选到第3组的朋友。好，那如果大家想要更加的了解如何爱自己，或是显化美好人生的话，欢迎加入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让我们一起在这个灵性的领域中学习成长。下次影片见咯，拜拜。